男嘉宾张先生38岁，来自湖南，是一名工程管理；女嘉宾赵女士36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微商。有请两位，有请。欢迎哈，结婚10年对吧？对。孩子6岁。对。男生是觉得女生太任性，说说他怎么任性，来吧。在生活当中特别任性、粘人，而且是粘到那种不讲理的类型了。比方说，就是有一次吧，我在工作的时候送一个客户，他就来电话了，他问我在哪，我说在开车，送个客户，然后就挂电话了。没想到他居然就是1个电话、2个电话接着打，打到6、7个。我的客户就问我，你是不是有事啊？他说你有事我就在这里下车呗。肯定不会让他下车嘛。送完客户回家，他就一顿大吵。你不是说吗？你说啊，你当时理直气壮的，现在咋不说话呢？那不是因为你早2天跟我说陪我去逛街啊，你没有陪我啊，我才打你的电话的嘛。逛街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可以一个人去嘛，对吧？他每次逛街就是什么情况呢？必须就是车接车送，没有我的车好像去不了。结婚10年了嘛，逛个街应该基本上就是我送你有90%。哎，好老公啊，都是他送你啊？还有那还是小事，还要赔。是他送我，每次基本上他送我都是站在外面的。您是有专车司机的人，羡慕啊。我觉得10年一直是这样吗？你告诉我。对，我跟他说过，我说现在城市交通也发达了，对不对？也方便，为什么不能叫个车呢？一定要我送呢？人家就喜欢黏着你，没办法。我觉得我的爱好很少啊，我就是喜欢逛一下街啊。然后我又不像他那样喜欢打麻将啊，喝酒啊，整晚不回家，我都没有这种陋习啊。我打麻将怎么了？我又不是一天到晚都打麻将，有个时候是为了应酬嘛，有客户陪。打麻将1个星期也就是1、2次，最多不超过3次。那你不是经常都玩得很晚吗？你不就是想说我有一次回来晚了一点嘛，对不对？那天我跟你说好了，我是同学过生日，要晚一点。到了12点多1点，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怎么还不实习回家呀？你在外面干嘛呢？”当时听到这个话语，我觉得你这个说话的口气不能好一点嘛，对不对？说不定那不是因为我打了你2次电话，然后你就关机了吗？哪里那么早嘛？你这是说后面的事情呢？那是因为是什么原因呢？到了12点多钟就下雨了，下雨就上不了车，就同学就说等雨停了就散了吧。刚好雨可能有下了有1个多小时吧，快2点多钟了。在那1个半小时里面，他电话有10来个，我不关机我能成吗？你电话有必要那么勤吗？哎，你们俩平常吵架都是他赢吧？我看，你赢过吗？没有。我每次吵架都没吵赢过他。哎呀，这个也不太容易啊，女同志吵不过男同志啊。来，接着说。我感觉他结婚前跟结婚后有很大的差别。以前嘛，什么事情都陪着我。现在，感觉到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陪着我。那你的意思就是要我每天陪着你逛街，就满意了吗？难道我每天陪在家里面不出去做事的话，难道有钱花？你能够过上今天的生活吗？现在崽子也5、6岁了，跟着要上学了，你考虑过这些原因没有？每天陪你逛街有饭吃吗？都待在家里喝自来水呀？哎，你这上面写的是微商哈，微商这1、2年才有，在此之前你做什么呀？你没有干什么？在家打电话。全职是吗？对，给我打电话全职。行，一个专车司机，一个全职打专车司机电话的。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为什么刚才女生差点哭了，说从来吵不过他。你们家主要经济来源是他，对吗？对。男孩女孩啊？男孩。他陪儿子吗？说实话。哎呦，凶的。没有，我是说实话，我是凶。你这是威胁呀？没有。陪不陪？陪啊。他打麻将，他什么时间陪呢？你不要误导他。我没有误导啊。你有没有打麻将？我1周只打2天，我说了最多3次。你什么时候陪？你不要误导他，你让他自己说。自己说厉害啊。陪不陪孩子啊？陪孩子。幼儿园谁送？下雨天他就送。
不下雨天呢？一起送。儿子要求他一起送嘛。那是他叫儿子这么说的。啊，你不想送？有时候累了嘛，肯定还是有一点不想嘛。我一周在家要做基本上8餐饭。啊，你做饭？对呀，我就是我出去了，是他做。就是假如我今天晚上有个局5点钟别人叫我去吃饭，那么样的话我在家4点半能把饭做好再出去。哦，你在家吃几顿饭？我吃几顿饭那就看情况了，这个没有一定的。一般呢？1个星期1到2餐饭吧。你觉得他是个好父亲吗？在家里的时候很好。啊，就是不老在家是吧？对。啊，行了，明白了。其实嘛，在生活当中，我一直都是顺着他的意思去的啊。没有顺着他的时候嘛，那就发脾气了，而且他生气不要理由的啊。就有一次，他来了个朋友嘛，我们的城市那一年刚刚开通这个地铁，就他那个朋友没有坐过地铁，说想坐一下地铁，我说可以，你们在这个站就下去吧，坐2站路就离我们家就很近了。你们就打个出租车回家吃饭。我说我就先回家去做饭，我觉得我这个安排也挺好的。他就来气了，他说你就不能等我们一下吗？我的想法就是说回到家里早一点把饭做好，你们回家就要吃，至少节约了时间嘛。他不行，一定要等，一定要一起去。我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意思。那天最终的结果还是他没有去成，没坐地铁，回到家里就做饭，我就把饭做好啊，吃完饭之后，我坐在沙发上看一下手机，他就跟他朋友说，他说什么？你看我老公多舒服，我现在在这里搞卫生，他拿着那个锅铲翻几下，饭就出来了，他还要数落我，搞个厨房卫生啊，就叫我老公拿个拖把来，把这个地拖一下。我们家基本是什么情况呢？来了朋友，来了客，就要做家务。那不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在家里陪我们吗？哎。不来朋友的时候做家务吗？少，我的感觉就少。那我们家的家务是你做的吗？不管什么家务，你都要叫上我呀。那是因为晾个衣服你都要叫我去，没有我去那个衣服晾不好。他那个事有多，2分钟一件事，2分钟一件事，你刚好一坐下想好好休息一下就来事了。等一下就是拿拖把，等一下就晾衣服啊，他就乘个凉，还要你跟他拿个毛巾，他等一下又还要拿一个吹风。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烦不烦呢？你就有事我觉得也可以，你一次性叫完嘛，对不对？一次性叫完。来，我问问女生啊，你相信你老公吗？不相信。我觉得我信任他。我感觉。啊，你说你的感觉。刚才说到打麻将嘛，打麻将的时候，基本上打那个电话，听到麻将声不行，发视频，搞得我现在的朋友就说。哎呀，跟你打个麻将我还好，还可以上个镜呢。因为发视频给我老婆看呀。是跟谁在一起呀？他每次都说是别人不同意他走啊，我就感觉很奇怪呀。别人家也有一个家庭啊，难道12点钟以后别人都不叫他们回家的吗？我这人就是什么性格呢？打麻将的时候别人不叫散我就不散的。喝酒的时候也是。别人不说走的话，他肯定会还在那里喝。一般喝大酒吗？1个月也要喝多2、3次嘛。1个礼拜喝多1回。回家之后闹酒。他说的意思就是我1个月只喝2、3次酒。醉了。人家说的是喝大酒喝2、3次，这我可听明白了啊。那你问他我为什么喝酒啊？喝多少次？他为什么喝酒啊？我问他，我应该问你啊，你为什么喝酒啊？我傻呀，我。说了不是。你是真能搅和呀。说了不是有应酬吗？行，听明白了。他说我不关心他。他没说。平常在家里面，我是跟你诉苦吗？好，你说诉。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不理解他不浪漫有一次我是想搞一点那个浪漫嘛，就给他送个娃娃，那是3月8号。那个娃娃呢，其实是去超市的时候一起逛超市，他看到了，他说这个娃娃挺大啊，我就没说话。但是我记在心上了。然后一买回去，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买回去我就搞张凳子放在那个门口，他就打开门一看到是个娃娃，哎呀，怎么是个这么大的娃娃？我说今年过节嘛，送给你的。当时他说这个买个娃娃有什么用呢？这还算好，但是我的心就肯定没那么样了嘛，对不对？
之后他就一拍那个娃娃，音乐响起来了。那个音乐一响起来啊，我们那个调一感觉就是像个什么呢？那个音乐一听得去就是你就是一个矮冬瓜啊，那个音乐的调真的不像是，确实是这样的啊。他就来气了，就跟我吵啊。他说：“你这嫌弃我矮了，你买个这个娃娃还放着这个音乐，你说我难做吗？你说这个男人，为了这些事都可以跟我吵架。”哎呀，如果10年婚姻的过往你们都一一说出来，咱们也说不完。你给我形容一下你对这10年婚姻的看法和状态。10年婚姻嘛，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什么人呢？远远想做一个公主型的，就是让我宠着她。哦，我的老婆是公主啊。他想干嘛就干嘛啊，想逛街我就要逛街，想出去玩呢就陪他出去玩。就是说你觉得你做老公合格吗？她是公主老婆，你呢？那我肯定不是王子，做不到。那你是什么？我只能说是我尽力在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丈夫。哦，外面的事情基本上我可以不让他管。家里的事情我就是想让他少让我操点心啊！你像做家务这一块，你可以啊，听明白了。现在也没事，对不对？公主的保镖和银行，公主说说你对这10年婚姻的评价。我觉得他婚前婚后变化太大了，然后太大男子主义了，脾气性格大了一点。脾气大。对。然后太爱玩了。爱玩，你呢？我感觉我也太依赖他了。哦，太依赖他。他是因为委屈这10年，所以他来了。你今天为什么来呀？我就觉得每次我们都没吵赢他，吵来吵去都是我跟他打电话，说来说去都说他有理。所以今天你想听听到底谁有理是吧？对呀。好，行了，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3位老师，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先问妻子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爱你的丈夫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至少他有时间陪我吧，不是什么事情都我要求他，而是他很主动吧。你们2个其实非常典型的婚姻中成长不同步。他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人。他要去工作去赚钱，他要做父亲，要做丈夫，要做职场当中那个男人，所以他的想法和你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你有关心他，比如说他在外边工作好做吗？有没有受委屈？有没有跟人发生不愉快？有没有被人欺负？他从不跟我说这个，你也从不问。其实看你们俩的长相就可以看出，这10年其实你没有什么大变化，你还是10年前那个小姑娘的样子，但是你看她一脸沧桑。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在这10年当中确实成长不同步。其实你是有一个很好的丈夫，他能够包容你在家做一个小女人，但即便他是这样想，你也要成长。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明白。所以今天看似你很委屈，但我也觉得你是被他惯坏了。当然说起男士啊，丈夫来说，你既然知道他从来就是依赖型的女人，那你唯一要注意就是态度。对待一个依赖型的人，你应该跟他说的方式是：老婆对不起，你看我最近太忙，我真的好想陪你逛街，但我去不了啊。你哄哄他，不要老是让那种刚才那样就数落他的状态。对于这样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女孩，她承受不了。30几岁了还没长大，你知道她为什么没长大吗？和你有关系啊。这个好的婚姻是，如果一个人相对成长的慢一些，另一个人可以帮他，你并没有帮到他，你一直让他原地踏步，甚至还往后退。所以2个人真的是要互相的妥协和迁就。妻子去努力让自己更成熟起来，毕竟你是一个母亲了。而先生，把你的态度温和下来，去想想一个在家工作，她也是工作啊，带孩子、照顾家的这样一个女人，她也不容易。多去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婚姻。希望你们都能成长得更加快一点，方式更加健康一些。谢谢。我其实想分享的是，夫妻之间过日子，真是在一起重要。其实幸福是递减的，因为过了10几年之后，
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一些现实，把彼此折磨得体无完肤。一个女人依靠男人没有问题，依赖一个男人也没有问题，但要懂得反省。你反省过自己？你几乎不反省自己。如果要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为自己付出些什么，那你首先要给出点啥。欲取之，先予之。我也见过很多家庭主妇，聪明的家庭主妇在生活当中，在家里经常对丈夫是旁敲侧击，比如说谁谁谁又离了，等等等等。但是男人只要一出去，他绝不查岗。他既可以做到大大咧咧，但又可以做到暗中关注。你会反省吗？你有没有琢磨过，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在你的视线当中老老实实，但又不让他那么反感？你琢磨过这种问题没有？你从来没琢磨，你根本不动脑子，你只知道我就要给他打电话，让他给我死回来。我想他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粘着他，但你从来不动脑子。做家庭主妇也没有那么好做的，你要使出你浑身的解数，煮好这个内，才可能够让他心服口服的在你身边陪伴你。但你更多的只有给他制造烦躁。对于男人来说，如果他哪天他也不给你打电话，他也不要你逛街了，也不管你在外面喝酒喝到几点，好不好？你满足了吗？你估计你也不满足吧。当他真的跟你说，老公，我不是那么需要你了，你看我现在管你了吗？我不管你，随你几点钟回家，随你几点钟出去，你满意了吗？你也不满意吧？给了你自由，你又觉得没有关爱。他很多身上的问题，难道不是你纵容出来的吗？所以说，你们俩就好好想想，人到中年该不该离婚？哪一纸离婚协议能不能把你们……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来，请官们看看这对夫妻最终的选择。老婆，以后我会多陪你一点，不会让你再受委屈。希望你也能改一改，多跟我分担一点。在爱里等着你，对你叹息有种愿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2颗心一辈子不分离。好了，祝你们幸福，请回。